好，继续来关心的是，根据一项最新的数据啊，这是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在1月14号所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2025年总共出口了62585吨的稀土元素，年增12.9%，达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而其中呢，2025年4月，为了因应美国所寄出的高额关税，中国大陆将7种重中稀土元素和磁铁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也导致呢当年的4月跟5月出口量是大幅的下滑。但是从2025年6月以来，受惠于中国大陆和美国和欧洲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方的稀土出口量逐渐的回升。目前中国大陆的稀土产业是呈现一个价量齐扬的态势。相比2024年11月出口的均价每吨是$8300，比较起来的话，现在2025的11月最新的统计稀土的出口均价是每吨$9000，涨价了。现在呈现的是一种价量齐扬，是不是代表说中国大陆在短中期内都一样是稳坐全球稀土龙头的宝座哈？但我要问的是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稀土可以如此的稳当？这些重要的因素有哪些？顾老师，您怎么看？好，我们要看这个稀土产业，我们把稍微切割成3个段落。第一个是开采，那开采中国大陆因为本身的蕴藏就地下矿藏非常丰富，所以它有这个优势。第二就是冶炼，那中国大陆在过去10几20年，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故事细节就不讲，所以它把冶炼的技术呢推升到世界领先。所以冶炼技术领先的话，技术领先，成本就会降低，那最终价格当然就会比较廉价嘛所以这是2个最大的优势。但是大家常常忽略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最近中国大陆把它的国内的这个稀土或者这个相关的矿藏的这个市场秩序做的整顿的比较好。因为我自己因为以前常常去内蒙嘛，所以常常去看这些矿场是有一段时间常常去。那知道那个市场秩序以前很混乱，那甚至走私。那我还看过一次报道说，国外说我们收到了今年看到中国出来了10万吨那中国自己的官方报告，所以我们今天才出口5万吨所以5万吨是走私出去的。那现在中国大陆把这些走私的管道或者整个市场秩序还有乱开采的地下工厂都整顿比较好，所以它就变得比较有秩序。甚至在上个月，现在讲几月？1月，对，上个月吧。对，1月份对，包头因为设立了这个就是内蒙古的包头这个交易所嘛，就设定了这个稀土的指数。那这个什么意思？就开始我要把市场整顿到开始有话语权、定价权。而不是我只是把矿藏低价做出来，让便宜都卖给外国，我要有定价权。那这一套呢，其实都是跟西方学来。西方不是有各种什么期货指数各种货物的指数控制市场，包括金价、油价都是。那这个学习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这也算是一种后发优势嘛。看到你前面人怎么做，我后面就做一样的事。所以我认为你刚刚问到问题说，那西方国家想要动摇中国这个稀土的优势，从我刚刚看，从开采原料到技术的冶炼，然后成本的这么低，还有它现在制度也建立起来，又把市场秩序整顿很好，想要来动摇它或取代它，或者自给自足，我自己估计可能5年之内大概做不到呢。您是看5年以内都？我觉得它的优势至少可以维持。现在因为美国，你知道这个川普信誓旦旦的讲说，我们一定要拿回稀土的主导权但是真的只是那就从我刚刚讲从原料的开采、技术冶炼还有制度上来看，它是哪个每个部分都要超过它才有可能赶上。确实这个稀土的项目真的是千头万绪那非常的复杂的，非常的分门别类，有非常的广大。所以呢，现在就要看美方怎么样在他们的稀土上面，我们来看它的大战略是什么。因为呢，为了对抗这个中国大陆呢，美国稀土开采商叫做 Critical Metals， 他们在1月14号发布了格陵兰 Tanbreez 稀土探钻计划的第一批化验结果。那根据他们的检测报告表示呢，总稀土氧化物还有乙的这个品级是介于0.4%到0.47%之间。这个重稀土氧化物的占比是26%到27%左右。这显示什么呢？显示这个矿区有进一步开发资源的潜力。日本方面呢，也在1月12号派出了采矿船地球号，那到了距东京东南方1900公里的南鸟岛，展开为期1个月的测试作业。预计呢要尝试从6公里深的海床连续抽取富含稀土的泥浆到船上，然后来看看这个纯度如何，然后呢接下来开发的可能性到底是多高。好，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大战略呢，那刚才顾老师特别点到了3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开采，一个是提炼，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在后端的这些制成品
可是老师刚才特别点到了，您的看法是5年之内这个优势可能很难被打破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马老师，您觉得你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稀土大战略，包括它的分工？因为他先前也找了澳洲去合作，但是那个比例上面，还有包括说未来在合作上可能会遇到的挑战，美国不是不清楚，怎么看？我觉得从专利权的角度中国大陆它在稀土方面的这个专利权是26000个嘛，那美国大概9800个，那日本的话大概是13000多，所以这些国家看起来它的这个在稀土开发的能力，就是技术上面其实还是不及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占它的稀土出口的份额占全世界70%。那也就是它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对，那现在就要看美国你到底是商业开发还是战略开发。如果是战略开发的话，你的这个成本就可以不计，那我就随便来，反正我就目的不一样，我为了安全。但是如果你是商业开发的话，你就要考虑到市场的价格。我认为，因为在市场上有这个独占者，就是现在的中国大陆，所以它要成为第2个竞争者，它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我觉得川普他往格陵兰动脑筋，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格陵兰的储量非常高，它占全世界稀土储量10%，这个份额是高的。可是虽然说未来2030北冰洋可能有4到6个月的时间没有冰啊，但是反过来想，它可能还是有6到8个月的时间是有冰的。那你这些稀土要怎么运出来？你在当地开采，这就是非常大的困难。很困难。那日本现在说要在这个南鸟岛这附近，其实是水里面啊。大概6000公尺的地方，在海床里面挖，这个成本也很高嘛。而且它在太平洋的将近中间的部分，那你光是这个地方你要工业化，再把它运出去，这成本应该也很高。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要合作，我觉得它倒不如跟巴西又离得近，然后不然就是跟澳洲就是它的战略伙伴。我觉得它可能都会比现在找日本去开发海上面跟这个格陵兰要来的实际一点，至少成本比较低啊。那川普也许他的想法是在这个战略安全方面，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偏向商业一点，其实他有别的选择。其实重点就在于说，究竟是从战略安全的考量去想怎么样去开采，怎么样去提炼，还是从商业利益哈？因为这2个真的是不同的。我刚刚马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哈，依照美国先前跟盟友的合作经验，钱一定是盟友自己出啦。所以美国也不用担心，反正呢就大家一起开发稀土，然后呢，但是呢，需要的负担，你看日本自己负担嘛，哈，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要问孝瑋兄，你怎么看未来的整个分工的想定计划？你觉得美国蓝图是什么？我觉得美国当然是从刚马兄哈，就马老师就已经讲到，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找他的这些合作战略伙伴，而且他基本上可能是朝向这种所谓的战略性需求，也就是，但是你说要朝这个战略性需求，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还是要有商业规模才行啊，不然的话，如果说今天好，中国大陆开发出了，假设说一个那个稀土矿哈，那个假设哈，它今天一个单位成本$5，结果你你美国加上了这个日本，然后再加上这个澳洲或者说整所有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盟友链开采出来一个同样的东西，价值可能要$50，甚至于接近$100。那这个时候，你对他来说今天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不仅仅是只有这种所谓那个价格优势，它其实还有价格优势背后的数量优势。刚刚马老师讲了，中国大陆的稀土占全世界的这个产量70%，并不是代表说今天全世界70%的储量都在中国大陆，而是中国大陆在这过去的20-30年间，对不对？对于整个开采稀土开发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技术，也就是它的精炼技术。因为这些稀土它本身可能就存在在一般的这种矿石里面，但是它的比例很低。但是你如何能够把它从这个比例很低的这个矿石中把它精炼出来，能够作为这样一个商业需求？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中，你说它今天把这个稀土拿来当做一个战略物资也好，它其实之前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那所谓惨重代价，可能是来自于环境的，可能是那个在整个生产的制产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人因为这个整个高度污染的这个稀土矿生产的产业，然后让很多人失去了健康等等。但至少人家因为熬过了前面那一段，然后今天有今天这样一个成果。那这时候你说以美国日本、澳洲来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重视这个人权、人命的这样一个部分。像你说今天美国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制造业出走？